房事大小事，没小孩还要买房子是笨蛋吗？3个方法跟你讲，避免房子收归国有。先说结论，我建议你未来不管有没有打算生小孩你还是要买房子啦，至少要有一间房子来保护你的下半辈子。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最强景点是谁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没小孩继承该买房吗？那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没小孩能继承买房只是让国库赚到，网轰照这逻辑不如直接买塔位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有一位网友说拼命一辈子只为了买房子，如果没有小孩来继承，最后只会收归国有，所以极度不划算，然后就被各种呛这样我觉得有一位讲的蛮好的就是说什么不然你钱拿去买塔位好了，还可以做很久，也是房地产嘛阴宅 CP 值很高。好，那不讲干话我们今天还是来讨论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小孩，以后也不打算生小孩，那应不应该买房子先说结论，哪次不买？问就是买当然要买，因为租屋市场对你只会越来越不友善而已。例如说现在已经有房东直接在租约上面写年龄上限或是要求高龄房客出具体检报告，或是意外责任切结书，这是不是听起来不舒服？但是就没得选，你知道而且你以为会这样子做都是很鸡巴的房东，没有，我跟你讲他愿意考虑去租给老人就已经是个善心人士了，更多是直接电话，我听这声音怎么又老租掉了就这样就把它筛选掉。当然这个没有要怪房东的意思，因为你是房东的话你也会这么干卖便宜，那所以年纪越大去租房子只会越难租而已。你现在没有感觉是因为年纪还不够大，而且不管你未来有没有打算要生小孩，我现在都认为至少都要有一间房子。为什么？因为未来这间房子很可能可以养你到终老来，你看我划线的地方2025年以房养老办理件数1359件，年增 15.13%， 核贷金额新台币96亿元，年成长 18.86%， 单年度件数跟核贷金额创下历史新高。这我跟你讲以房养老这个未来每年都还会一路创新高下去。我们现在因为我看后台我的观众朋友大概也都跟我差不多年纪，30到40之间我们现在要谈养老还太早但是这个以房养老等到我们都开始考虑的时候，它已经大行其道，已经是主流了。之前在讲那个没人理他的以房养老，就觉得说银行来诈骗我的房子的那个以房养老已经动起来了。那你现在买房子，等30年后你要退休的时候，这个机制相当完善，不会再出现一堆有的没的奇怪的 bug。 那你现在先用现在的价格定锚你现在的房子比较好，还是说你30年后再天价来卖？30年后一定是价格远远比现在还高，一定。凭什么？不是说什么重大建设，什么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你到时候硬要举一个山上或是西边那种没有人理睬的房子来说，你没有房价变低，那你的事你就自己决定吧。那再来你要知道房子继承的规则今天这个新闻都讲到继承的问题了，我就顺便来讲说继承的顺序，让你有个大概的印象这样那目前继承是写在民法里头的民法规定法定的继承顺序是：第一配偶，第二直系血亲卑亲属，直系所以你的弟弟不是你的弟弟顺位他算2等，往上到你爸妈才下来就是这样。好，就是你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然后再来是父母然后再来是兄弟姐妹及祖父母。你说继承怎么会有继承？那父母有意外身故意外身故的话还是会回到父母那里去。第4是兄弟姐妹及祖父母所以你的堂兄弟姐妹或是表兄弟姐妹都不会吃到你的房子。那如果都没有被继承的话，才会被法院公告无人继承，收归国有。收归国有每年都有每年都有，就那种什么无名师无名老人最后都是收归国有的。但是你并不是没有其他选择例如说你就先立好遗嘱，预立遗嘱要有见证人，然后那个要有格式，那个不是说赖写一写就好了上面要写清楚说你的房子要给谁继承，
这个时候就可以指定任意人，比方说你指定给小三哦，你指定给什么什么这个当初无缘的初恋哦，都可以。好，就算你要指定给隔壁老王也可以，所以很多人立遗嘱会说要捐给慈济嘛，哦，但是这边要注意哦，现在很多人哦就不婚不生，然后养宠物陪他度日，很多嘛，毛小孩啊，对不对？我看那个我女同事哦，他们要叫他儿子，我想要你结婚啊，你当时生，我哪不知道，我没包呢，哦没有啦，他的狗狗哦就这样，那就叫他儿子。好，那毛小孩哦，他也想说我过世要是毛小孩还在的话，遗产可不可以留给毛小孩哦，给他一个人格？目前台湾的法律来说是不行的哦，因为宠物被视为是动产，不是不动产，这有点好笑，宠物是动产哦。你公司里头养金鱼哦，养一整面墙在路口很肥很大，是养金龙哦，那个也是动产哦，它还要算折旧。法律规定是只有自然人或法人才具有权利能力来拥有财产，所以就变成你要绕道而行，你要走宠物信托，或是捐赠给特定的动保组织，请他们协助照护这样。你有不清楚的地方，你可以先问一下 AI， 或是找我影片最后面会讲那个律师事务所哦，来做询问。好，最后你要知道你有什么选择哦。我们最后就来讨论一个很极端的状况，就是你真的很担心你老了以后各种法定继承人都过世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孤身一人，然后你也没什么毛小孩的牵挂，也不想要直接把房子就给国家拿走收归国有，你还有什么选择哦？你真的可以考虑写个遗嘱给信任的人或是银行的信托部门直接信托这间房子，执行的内容就写清楚说这个执行内容我再说的是你也不要查 AI 然后你就自己写了，你还是要去找律师做那个遗嘱见证人预立遗嘱这件事情啊，这个我们这个拟毁我们都还好，现在先把它不是触你眉头还是什么，而是就是要考虑这些事情，然后甚至你要帮家里的长辈做一点心理建设。预立遗嘱这件事情真的要先办起来，尤其是突然走，我跟你讲很麻烦，真的很麻烦。因为如果突然走了，那就是走民法的顺序去发动，他没有儿子女儿往上走就走到爸爸妈妈。台湾有很多那个爸爸妈妈国片不是很多都这样演吗？从来不负责任的爸爸，结果他现在是继承人，凭什么？那一堆问题。所以预立遗嘱这件事情就是要先办起来就对了。然后这个要有见证人不是你自己写放在抽屉等人家看到打开来那个就算不是好，所以就找律师啊。好，那执行的内容写清楚说，受托人在你过世以后将这间房子出租，并扣除必要成本的净收入，定期汇给指定的社福机构。然后就备注说，如果这间房子遇到都更什么的，就把卖掉的钱慢慢的每个月汇给机构之类的，这样就可以实现所谓的遗爱人间这也不错至少这个机构的人会感念你啊。只是你要记得我们讲的是没有法定继承人的状况。如果你有法定继承人的话，民法中还有一个特留份需要保留给法定继承人，所以不能直接信托。但是这个部分因为都很个案，所以真的是建议你就是要去找律师咨询会比较安全。我要表达的是，就算你不希望你辛辛苦苦一辈子赚来这间房子，你不想要未来就给国家，你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处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可以去办以房养老，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更舒服或是你就直接挂了以后你捐给社福机构也可以，不需要为了跟国家赌这口气，然后让自己那边颠沛流离一辈子。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没有子女应不应该买房。那我先跟你讨论的买房不是说就是为了要给下一代继承走的用途而已，更重要的是年老年迈的那个自己，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租房的难度越来越高，超级之高我八卦的时候补一个案例给你，最近才听到观众朋友发生的。而且以房养老这种做法未来会非常的普及，甚至会是主流，所以你要先准备好一间房子你在老年的时候你才能让房子来养你，你知道。此外我也替你整理了房产继承顺序跟遗嘱的重要性跟如何利用信托制度来妥善处理你的房地产。我的结论是，即使你没有小孩你买房仍然是必要的选择，这样才能保障你自己的晚年生活。你已经没在赚钱啊，还跟你要房租，你看你的生活品质会被压缩成什么样子那但是如果你像我现在就慢慢放起来，然后不要去乱搞的话，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我的晚年生活都过得比较好如果真的要请玛利亚，我还可以挑
比较漂亮的，就这样。你完全不需要为了赌一口气，就是看政府不爽什么的，所以我就不买，这太欠拖了，这就是借口，这就是觉得房子太贵，自己也买不起，那边乱给人家戴帽子。漂泊不定的生活谁喜欢呢？所以说能力所及还是要把房子买起来。最后我想问你，你有想过未来怎么处理你的房子吗？A 有，我要留给小孩，B 有，我会捐出去，遗爱人间。C 没差，就给国家收归国有就好。对哦，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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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哦。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po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置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肖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结。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置产增值的保障都埋在那里了。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我先讲一个越老越难出租的样子。观众朋友来问我，他说阿元，我也很赞同你说的什么什么做个好房东社会住宅，结果怎么样社会住宅业者帮他找租客，然后他就问嘛，好，是一对夫妻来80几岁了，都80几，然后他们还要放神明桌还要放神明桌，然后一直强调说他们有钱他们房子刚卖掉现在租什么的，这没有问题钱财方面是没有问题是你要租吗？对啊，所以你到老了，你有钱又怎样？你有钱人家也不租你是我也不敢住好不好？80几岁一对老夫妻还要放神明桌祖宗不是放着放他自己就变成住到神明桌里面去到时候还是不是房东要处理？所以这个真的不是我在那边坏心还是什么，而是这就政府要解的题嘛。你社会住宅盖那么多，应该是要让那些你就老有所终，没有现在老人你要是没有获得达到补助老残穷等等的标准的话，不好意思，你自己想办法。就很奇怪都80几岁没有自己的房子，还要在外面租房子，这不是很诡异的事情吗？然后再加上说他有钱他房子刚卖掉或什么的，所以这个租金不是问题，不会拖欠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被啥归回。换做你是房东，你要租他吗？就恐怖呢，你租完以后都睡不安稳，这么心惊胆战，等一天管理员打电话，你们房客还有在住吗？怎么那么多天都没看到？我靠，那到时候怎么办所以你老了老起来你要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就搭到刚刚的以房养老嘛。以房养老简单讲一下，就是说现在台湾也很多嘛，老灰老人们他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已经还完房贷的房子
没还完也没差哦，然后做抵押给银行，然后慢慢去，他就会拿到钱了，然后那个钱是每个月给他或一次给都可以，就这样用自己的老家来生出那个生活费哦，然后等到他挂了以后，这个房子银行收走哦，或是怎么样，就在研究。总之有这个方式，所以当我们丧失了像我一直讲嘛这个钱到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钱？我们现在的钱都不是钱，你到70岁的时候的钱才真的是钱。为什么？因为你70的时候你都硬不起来了，你也没办法工作了，没办法赚钱了，你没有主动收入，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就要靠资产来提供给你生活上用的现金流，现金流才是重要的。你身上捏这个3亿5亿的房地产，又怎么样？你真的要生活花用，还是什么？还是现金流？人家付租金啊，现金流资产的庞大程度是一回事但我更看重的是每个月可以供应的现金流那比方说3万5万10万20万，年轻有开始累积房子了，晚年他一个月光租金就20万这样子在花他的晚年生活就会比较好。我们就走这个剧本就好了，而不是说哎呀我就要炒房我就要怎样我就要身上3亿5亿我才要退休然后嘞你3亿5亿的房子就被你卖掉了，然后趴在银行里面你还是要吃排骨饭你还要吃挂包然后你那个最近青菜吃的比较少，你还是去买菜你想吃个蔬菜火锅这你不会直接花卖房子的钱，你知道它还是反正我要表达就是现金流才是重要的当我们70岁的时候，你就看嘛，你另一半你看有没有一人5万5万就这样花起来，到老的时候你自己的自住房应该都解掉了都没有房贷的问题了，那你就5万5万一个老人家在家劳退什么，你生活你不要太肥累的话，应该都过得还可以的状态。我们就是走这个剧本就好了。那如果你孤身一人，你更需要，对不对？你孤身一人，你要让房子来养你，这就是以房养老。以房养老这连预言都不算预言，就是未来一定会大行其道。而且以房养老这件事情2025创新高嘛，申办的件数核贷的金额2026、2027之后每年都在创新高啦，就是这样然后直到变成我们70岁的时候，以房养老就是一个很主流的选项因为它能够让我在没有工作能力的时候还能变出我的生活费让我生活的没那么拮据。那你想说那我挂了以后这个房子被银行拿走，我什么都没留，那你多买一点嘛，你买2间，你买3间嘛，那你其中1间拿去做以房养老不就好了？然后同时怎样，他还在出租对他也有租金收入，又有以房养老，然后最后这间等到你真的要挂被银行说有关系吗？没关系这个就是我们资产的意义所以老了有房也有钱那不是说讲起来押韵而已，而是这个就是我的目的到70，我因为那个因缘际会，我看了很多老人家的东西老人家生活的窘况，我真的很语重心长的跟你说，我们的钱到70岁以后才叫真正的钱，我们现在都只是筹码，看怎么让自己的晚年活得比较舒服一点。当然我们这个年纪看晚年不会看到那里去但是就是要准备起来，晚年有钱没钱，有没有那个现金流支撑生活，真的差非常非常的多。它能决定说你是笑着离开这个人世间，还是说你就满怀着怨恨，因为没钱因为被人家欺负因为什么那么有没的问题一大堆。所以就这样，不要把自己搞得老了还在租房子，80几岁租房子还要神明桌，这个讲难听一点不孝子孙，你知道他怎么会让神明然后让祖宗跟着他一起流浪，这很怪的事情。所以就这样，还是要准备起来，因为现在很明显我们儒家文化圈没有要帮你养老那个是北欧超高福利国家才会去帮你做的事。儒家文化圈我们有宗族的概念，亲族就是那应该是你家族，你兄弟姐妹你儿子女儿要去处理的事情，怎么会全部都甩给政府？总之你就是自己把自己的东西准备起来，会好非常非常的多。从年轻开始慢慢累积房地产，像我们现在缴房贷，我们当然会压缩到自己生活上的花费当然会影响到生活品质但我宁愿这样，我也不要我老了的时候在那边那个我要租房子我还要放神明桌不过你放心我现在身体很好那么什么屁我不想过那种日子。来，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没有的话，你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认识的超强律师朋友介绍给你，听好婚前财产分配、婚后财产分别、买卖房屋纠纷、买到漏水屋、买到凶宅、预售屋广告骗人、
前屋主不肯搬走，中介隐瞒事实，担心合约有陷阱，楼上漏水不修，遗产分配不公，赠与小孩房子，担心房子被诈骗，借名登记不肯还，遇到装潢蟑螂，验屋验到想告人，室内装潢纠纷、法拍屋纠纷、车祸赔偿纠纷，家人遇到诈骗，土地被霸占，遗嘱相关问题，对付二邻居，对付二房东，对付二租客。刚念的有中一个你就加了马上就问。赖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对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会越难处理，祝你顺利。